出国也会踩到雷，这些地方水很深。你有需要帮忙？我说对，那女生超热情，就拉我到另外一个。我跟你讲，你要学这边看看看。要走之前，她跟我说 OK 50 euro。知道我是乌克兰人，他们也可以是歧视我，我们是很讨厌波兰人。所以波兰人到乌克兰也是被你们欺负了。他们是去德国被德国人欺负。食物链吗？台湾店家服务太好，连陈哥都想冲一波。随便吃完饭，然后要回家，然后突然老板就进来，开始跟我们聊天。然后开始点了很多很贵的餐，超级好吃的。可是还没结束哦，我在东区有一家酒吧，我带你们去，晚餐然后喝酒，然后甜点都给我们吃的，都请我们。那店在哪里？我去找他。在新庄的。欢迎收看《女王大人》。陈哥，我气！我今天要讲这个，真的太值得我生气了。说来听听吧。就昨天，就昨天那么新鲜。我想说老公生日快到了，想给他个小惊喜，就订了一家一个人要3000多块的高档餐厅哦。哎呦，今天有赚一点啊。还不错，没想到那个餐厅服务有够差我是花钱找罪受啊我。怎么说？我们点了一道最有名的凯撒沙拉，送上来的时候上面竟然没撒面包丁，这太不 OK 了吧？你也别那么武断啊！搞不好那家餐厅的凯撒沙拉就是不放面包丁的。我一开始也是这样想的，但我偷看到隔壁桌，人家的凯撒沙拉都有撒面包丁，就我们的没有。哇！这怎么行？那赶快告诉服务生吧。我讲了，讲完心情更差。怎么会？服务生把沙拉很客气的收回去之后，我刚好去上厕所，就听到他们在聊天。那个好像是艺人巴玉耶，不过就是没放几个小面包丁，他还这么计较哦，是有饿成这样吗 ？Oh my god！ 我整个气到炸掉，我当下就跟服务生说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刚好有点饿，麻烦你帮我沙拉上放1条吐司。讲完掉头就走。服务态度跟素质有够差，我吃饭的好心情都被毁了，气。正所谓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。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了5位来自世界各地的世界各国的来宾。他们都跟你一样，有曾经遇过那种很不舒服、不开心的被服务的经验。5位，当你听完发现你不是最惨的那个或许你的气就消了。好不好？欢迎他们出场。首先欢迎嘉娜。接着欢迎王宇杰，欢迎 Nelly， 欢迎乌漆嘛黑的杜丽，欢迎韩国来的 JJ， 欢迎大家，欢迎。这边呢，JJ 是第一次来，对，第一次很期待，很期待什么？期待跟大家分享。你来台湾多久了？我来很久了，是10年多了。10年。你讲话没有口音你的国语怎么会那么好啊？对，我已经台湾人了，其实。可是很多人10几年还有口音，对，这个是我。你不一样，因为他是亚洲人。对。好，大家来台湾呢，都至少10年以上了。我6年，刚好6年。哎呦，感觉都待很久了耶。今天要分享的呢，就是这些不开心的事情。气，花钱买气受，这个国家的服务让我不开心。我要讲的是，你要讲的是。韩国人，对不起，JJ。怎么了？韩国店员我听过，我也听过。我超喜欢韩国，我都喜欢韩国，我就觉得风景很漂亮，然后去那边买衣服也很棒，他们的料理很好，很好吃。可是他们只有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就韩国人，没有，我觉得韩国人真的很凶，真的很冷漠。因为你会看韩剧之类的，你会觉得好浪漫哦，去那边他们应该很友善，一点都不是。我去那边去那个东大门，因为我想买很多衣服，然后去那边，然后我觉得好，我要去买衣服，我要跟他们聊天，所以我要学一点韩文，虽然不多，可是我至少会说老板多少钱，那个怎么讲？ 사장님买哦。 OK， 不够用心。讲快。
卖哦，对，是多少钱？因为我会把那个等一下，为什么说不用心？这个好，正确是얼마예요？얼마예요是多少钱？可是他刚刚说얼마예요是你是我妈妈的意思。엄마。对。你太 OK 了，我至少学了一点点，虽然我口音不对，可是至少我学了一点点，我至少有努力一点。有成瘾了，有成瘾。我再听一遍，怎么讲？얼마예요？舌头要卷一下。얼마예요？对，얼마예요？然后我每一次跟他说哦，사장님 얼마예요？然后他会看我的300元之类的，他会不理我，然后很像我一直打扰他。就是一点没有服务的感觉。你是说去到比如说5家店都这个态度？对，他们都会这样做，然后特别是他们的店里面什么人都没有，可是他还是会装忙，就是看他的电脑。好难哦，都没有人的店还要装忙，就一直会看他的电脑，然后看这样，然后就继续了，真的很不爽。然后去餐厅是一样，我想要他可以跟我推荐，虽然我们的语言不同，可是他至少在台湾，虽然那个店员那个服务生不会讲英文，他还是会有一点body language，他说哦不好意思，我是用 Google 就找办法。可是他们不会照办法，他们等一下，为什么你讲话口音有老兵腔？什么意思？他一直说找办法，虽然我不会，但是我会找办法。你干嘛笑他的国语？很可爱。哇，我今天来这里被欺负了。没有，然后他们一点耐心都没有，他们就不会想要推荐你东西，他就是啊，你吃这个就好了，就很凶的感觉，对。然后还是路人，你在台湾路人很会帮忙你，对不对？然后我那个是6月的时候就过去了，可是我那个时候我刚到的时候，我的手机没电，所以我想找一个人可以帮我照那个我的饭店的路。我问了20个人，才有1个人想要帮我，不然他们都不想要。好难相信哦。不好意思，不要。哦 ，I don't know。在韩国问路，人家会热心的告诉你？基本不会，因为第一是大家都很忙，而且韩国人个性又很急。然后对，而且现在已经没有人在路上问路了，所以你过来说不好意思，就觉得好奇怪。不是百人才明显我是没有旅客啊，会更怕。哦，真的吗？对啊，就是现在没有人在路上要跟人家讲话或问东西的，所以你靠近我们就会还是看城市，如果是在大城市首尔，对，会更到乡下或是比较2线城市比较好一点。没错，你去乡下一定会很热情的帮你。我跟你说，他们真的很不喜欢旅客。我在走路的时候，有在我旁边的阿伯会故意的吐口水在我的脚旁边，那个没有这样，没有，真的很不爽。然后我觉得这个发生了好几次，然后有住在那边的朋友跟我说。哦，不是一个coincidence 这么说，不是巧合，对，不是巧合，他们是故意的，因为他们不喜欢外国人。真的吗？我不会吧？开眼界，不会吧？不是因为不喜欢外国人吐口水，韩国人特别是那种年纪大的男生，本来就会吐口水。本来就会一直吐口水，只是你刚好在那里。可是，那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人在你旁边，那你至少可以等了3秒。我们在走路，你可以等3秒，你不要在我的脚旁。我懂。那是他个人没有礼貌，不是个人，是好几个人啊，真的。对，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值得被吐的感觉？然后我真的有点被伤害的感觉，就是我觉得为什么他们都对我那么凶，是真的不懂。台湾特别友善了，台湾真的。可是现在他自己都点头了，我们就不方便说什么了。对了，我们可以改善啦。对不起，他个人也没有办法代表整个韩国。他韩国有一些人习惯这样，而且他们的脚步比较急，不知道在干什么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生活很辛苦啦，压力大。因为我韩国自杀率是很高的。对，没错。太忧郁了。来，王宇杰下一个。就是在意大利询问搭车资讯也要钱，就是你知道在意大利就是。我觉得很容易碰到那种跟你要钱。我搭地铁有人好心帮忙，
跟我要钱。那我第二次在train station， 在那个火车站，我学聪明了，就是有人太主动要来，我就不要，因为对你太好的人，大部分都跟你要钱。所以我就在那边看了半天呢，我就看到一个女生进来，我想说，一看，是穿制服，就是很像在车站的人，站务人员。然后他会主动问我，那你请问一下，你有需要帮忙？我说对，因为我是那个时候是带我妈他们，我觉得因为车站有点乱，然后我们带很多行李，我就叫他们坐下。我想说我一个人去问，哇，那女生超热情，就拉我到另外一个。我跟你讲，你要学这边看，再拉我到另外一边。所以他是在这个柜台带我进去，你要到这边。然后好了，我想哇天哪，意大利人真的好热情，真的是好好哦。然后要走之前，他跟我说 OK 50 euro。然后我说50 euro， 2000块，50 euro 啊，对，然后对，是不是？然后我就整个有点傻，然后呢还好我学聪明，因为我在地铁站也是那个人是，比方我们拿50块要去弄，我们弄不了，他就拿帮我拿票了，很厉害，这样就能抽20欧元就给我们票。他说就这样子，我们就傻傻的就几个人，所以我就学聪明。钱呢有些放在身上，有些放在钱包，只放个10块20块。我说我没有50，然后我就开钱包给他看，就只有一个10块跟零钱，他就拿那个10块 ，OK 就走了。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哇，我觉得好对人性失望对，我不知道这服务是车站还是他也是诈骗呢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觉得他很像车站的人。你会给的举手。我会给，不会给这么多。你会给10块的举手。你看他们都不给。 10块我给，他们没有一个给10块我给啊，我会给，我会给，对，我会怕。你们看不到，你们看到是很明显的，就亚洲人。亚洲人对，而且他们就知道看到亚洲人，你们不敢拒绝。对，所以他们已经知道你们会说什么。我们说怎么样？我说，我也很穷，我也要钱，100块给我。对啊，拒绝了。不是啊，虽然你给我是最后是我要给你，是你来找我。没错，你在欧洲长大就是要这样，不然你被骗，你天天都被骗。你刚刚讲了一个好可怕的，他说在欧洲长大就是要这样，真的，好惨。而且你出去你不可能带 Chanel， 他一看你有带这边，对啊，你带 Chanel。那个时候我没有带 Chanel， 我还带的包包就都很低调，但我跟你讲，我好像你妈妈绝对不会太低调的。她的低调跟我们的低调不一样。她替你高调。你妈妈在那边。瑜伽，快点，瑜伽，那车来不及了。这个真的造成我阴影，就是我去欧洲就之后有人太想要帮忙，我都会落跑。的确会有阴影，对啊，会。我们那个很强悍的那个江娜，那个我们现在请到很穷的江娜来。干什么？我也很穷，你跟我要钱。我今天你要讲波兰，因为波兰是我们的邻居，对，旁边而已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去波兰的时候，我跟祖雄一起去，然后你们知道机场它是有3个路，一个是给外国人过，一个是给登记人过，一个是给怀孕的人过。那个时候不在我怀孕了，对。然后我就跟祖雄去那边，我们就想快速过就好。然后那个海关一个男生，他看着我，然后说 OK 来，然后不理祖雄。然后我说这个是我的老公，他说。这个 Chinese guy, why him？ 他说为什么你跟这个亚洲人在一起？好得罪人哦！我那个时候直接傻眼了。我说有什么问题？然后他说为什么你要跟他生小孩？海关这样讲，我就觉得 OK， 你被歧视是 OK， 但是他是代表国家，他怎么可以在机场跟你这样讲？对，我就超生气，我说。再讲一次，他就不讲话，他就让我们过 ，OK。但是我们一到波兰，他们是看他是亚洲人，他们根本不理他。但是他们看我，因为他们也看不懂我不是波兰人，他们以为我是波兰人。但是他们一跟我讲话，我就听不懂。他们知道我是乌克兰人，他们也开始歧视我，他们把我当作是第3个。你们有什么恩怨吗？因为我们都是去那边乌克兰人去那边工作，所以他们把我们当作他们的奴隶。然后我们要去买一个 sandwich， 我说可以这个吗？他说
你讲波兰文我听不懂，然后我们就完全没办法买到什么，他们超没礼貌，对，他们不管是歧视黑人、白人，就是他们都很歧视，所以我觉得这比韩国人还夸张哎。我觉得他们很夸张，蜡笔，服务自己人吗？你说任何国家他都歧视吗？没错，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在机场一个餐厅，然后我看到很多中国人、日本人来，他也是这样的态度。他说，他不会讲波兰文，他就不要讲。他说 OK Chinese guy 没有买完了，他是这样讲话。我觉得他们是很没礼貌。谢谢你啊，你们不要去那边。对 OK， 所以你们那2个国家邻近的国家，你们大部分人会到波兰上班赚钱。对，我们是大部分人都会去那边，特别是战争的时候，很多人就过去那边。战争的时候，是这几年啦。所以他们很讨厌我们，会瞧不起你们。对，觉得抢了他们工作的机会。那在这个战争之前呢，波兰跟乌克兰之间的关系是 peace 的吗？也没有很 peace，我们是很讨厌波兰人。所以他们去乌克兰都是被你们欺负，你们去波兰的时候会想瞧不起他们，是这样子吗？所以波兰人到乌克兰也是被你们欺负了。他们没有来我们这边，他们是去德国被德国人欺负。我们是有15年，我们是有这样的循环，没错。你去波兰，再去德国，德国去法国，是这样子。会欺负德国人啊！你们就一个国家欺负一个国家。对。对啊。你看看，你欺负德国人，你让德国去欺负别人。对啊，特别是我老家是靠近德国的，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就会你看德国人。我们还有一个脏话是特别教他们的，那个对。我今天是不是知道太多了？我觉得今天这一集资讯量很大。这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才了解。原来欧洲有这么多国家是彼此瞧不起彼此，弄得跟乡土剧一样。妈呀！他们的领土都连在一起。对啊。很容易因为一个边界的，然后有任何吵架。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是海岛国家，所以我们很容易，我们没有这种概念。你们去那边也要假装你们是当地人。怎么假装？就假，没有，这个你用台湾人的脑子来想，我们的看到你是亚洲人，我们不会想你是哪里人的。如果你有法国的态度，因为有很多在法国出生的亚洲人，所以对我一个在法国的亚洲人跟你会不一样，你们的态度你要比较凶一点。那请问我现在这样要怎么表现？你看你刚刚模仿你生气，你是这样，太可爱了，这个不行。如果一个服务生对你不好，说我不开心。我头脑没问题，我平常也不会平常在面对服务生说，给我。我头脑没问题。你的东西是不是上太慢了？不能这样，要像家长刚刚讲，干嘛跟我要钱？我很穷哎。我知道要 tough 一点，是不是？对，tough 一点，很有自信，在欧洲很有自信，在欧洲而已嘛，美国没有吧？美国不需要这样子吧？美国也要 tough 吧？美国也要 tough，应该好一点，还好，因为就是全世界最后就是乌克兰到波兰，波兰到德国，德国到法国，最后一站就是美国啊，对不对？最后一站就是大家来到美国，所以到底是哪一站啊？那为什么？好，这一站我们来到了美国，来杜丽。其实我去了很多国家，然后基本上就是我会觉得很多地方是好的，但是我觉得在法国开心吃饭真的是好难哦。出国体验烂服务，竟然引发法美大战。问他，我们要找这边这里附近的这个景点要怎么找？他说，your phone, use your phone。我不会英文，为什么呢？你有学几个法文字呢？我们去欧洲去了8个国家，1个月，我每个国家都要学他们的当地的语吗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。那不是我的问题啊。
在法国开心吃饭真的是好难哦。因为我们不能够开心吃饭呢？因为我就是这个今年的那个7、8月的时候，我去欧洲，我去了1个月，然后去了大概7个国家。那基本上我每个国家吃得很好，玩得很开心，什么都没有问题。但是因为我们搭那个邮轮从西班牙，然后我们去意大利还有法国，然后就停在马赛。我觉得那个城市很漂亮什么的，然后我们就找到一个餐厅，然后大家就是遇到一个餐厅，前面会有一个牌子就说 Please wait to be seated， 有没有？就是要等候待位，对，等位置。好，那我们就等在那边等了10分钟，好像没有一个人看到我们在那边等。你是太黑的关系？白天，我看不到。大白天，大白天 ，Big sun，Big sun，huge sun。最后我们就是说，hello，excuse me， 他们才愿意来带我们去座位。那坐完位之后，第一件事情应该是什么？他们应该要带一个菜单给你，有没有？对，先点酒水。对，或是问你要喝什么水，什么就什么都没有。我们在那边等了10分钟，最后我们就是要回首 ，excuse me， yes， 你可以给我们一个菜单吗？哦。然后最后我们看完菜单还是要回手叫他来点。那点完了东西，我就觉得这个服务也太差了吧？有可能是因为我是美国人在美国服务生一定会很热情嘛。对，因为他们都是要你的50块，如果是你，你要100块啊。对。学会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这个态度。然后我们就是终于吃完，然后我们想说我们赶快去那个付费啊，然后就付完了之后，我们就问他，我们要找这边这里附近的这个景点要怎么找？他说，Your phone，use your phone， 我不会英文。哇，这好敌意哦。因为他们法文本来就不太讲英文，对，本来就不太讲英文。他们不会讲英文，但是有一种说法，你可以是态度的问题，态度的问题 ，attitude， Nanny。为什么呢？你看，我去韩国，我至少在飞机上学了好几个字。你有学几个法文字呢？Merci beaucoup， 我们法国人特别讨厌。 Merci beaucoup。Thank you， 就这样吗？可是我跟你也没有学了多少，我们连法国人，你也没有学了多少。餐厅或是要去点买东西的，我们必须要说您好，不好意思打扰你，你可不可以帮我叭。有这么有礼貌？如果你没有这样，他会跟你说，你以为我是你的狗吗？我是人，那你可以用法文讲一次这个完整的句子。你好，我想要。Bonjour, excusez-moi, est-ce qu'il serait possible de m'aider？ 太长了，没有啦，很简单啦，就是要说 bonjour， 然后如果我跟你说，如果我去买东西，然后说不好意思，那个东西他会说 bonjour 是你好的意思，他会说 bonjour， 然后如果我没有如果我没有回他那个 bonjour， 他会一直继续说 bonjour， 然后如果我没有说谢谢的话，他会说不客气，就我们的礼貌很重要，对，你要，而且我们特别不喜欢美国人，为什么？因为美国人要来我们的国家，然后就他们会去所有那个世界的国家，然后会突然讲英文，然后是他们的母语会讲得很快，一点都不会努力来讲的慢一点，或是来学一点那个国家的字，他们会觉得很自以为是的感觉，就我是美国人，我们是世界第一个语言，所以我不用麻烦自己学法文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去欧洲去了8个国家，1个月，我每个国家都要学他们的当地的语吗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。那不是我的问题啊。对啊，那就不是你想去8个国家，那基本的我都会，基本的bonjour，这些我都会，但是我从头到尾bonjour，这个也不合理嘛。可是我就是要点个餐我点个餐不行吗？而且你说你点菜，你是这样 excuse me， 对，不可能在欧洲，你不可能这样叫人家，这个很没礼貌。那要怎么讲我这样子说 excuse me 不行啊，这样子，不能这样，连手的高度都不行。我在台湾有看到有些客人会这样做，你这样做的话，那你会被骂到不行，或者是摇铃铛更不行。对啊，真的我连这样子叫人来，我这个你会被打。这样的话，对啊，因为这个是，因为这样很像你叫狗，
如果你要跟他们讲英文的话，你要跟他们讲一个很烂的英文，所以他们会觉得哦，我们是一样，我们就没有别的方式可以来沟通，所以我们还是要用英文。可是我们的英文都很烂，所以就可以。可是如果一个美国人来，然后Hi, I would like to。然后我说，不要啊，不能理所当然的觉得大家都会英文。可是我觉英文讲得法国不只是对美国人，因为我去他们的百货公司，我们要进精品店，就是全部排的都是亚洲人，白人就是直接进去，然后就是真的是我觉得很歧视，所以我都没有。你要还有什么理由？我跟你说，你去精品的百货公司，你讲中文，你会有一个很好的服务。对啊，因为我们的精品百货公司80% 的钱都是从亚洲人来的。对，就是因为这样子，我这个是 before COVID， 所以我们真的是全部排，然后我最后真的有点不爽，因为带我2个妈妈。等了大概快要40分钟，白人就进进出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只有一个人可以服务你们，因为别人会讲法文，可是每一家店里面有一个人会讲。他怎么知道我会不会讲法文？你长这样子，好问题。因为你要只要是华人直接讲，因为你要跟白人一起进去，然后如果他跟你说干嘛说，我是法国人，你有什么问题？然后说哦，对不起。所以还是要法国人。你要凶悍，因为你要跟那些白人一样说，然后招进去以后，然后用法文讲，我会讲法文，我对，就这样，不是。OK， 我懂，以后我们就是这样，你要跟他用法文讲 I live here， 你说 je suis française， 对 je suis française， 我是法国人，可是对，然后我们不会排队，谁是排队？排队了10分钟，我们就换个位置。我是客人，你要立刻来服务我，不然我走了。你们排队什么？对啊，对啊。我是要就是哪个国家的服务？美国的。我就报一个，我来支持你，可是我刚刚一直看杜丽生气，我就想到我的阴影，好可怕。就是在美国买东西竟然不给退货。好，怎么会？就是对啊，真的，我真的太扯了。就是我跟我朋友们去美国玩，然后我们待一段时间在 Ohio， 然后我们去买了那个，因为我们待了快3个月嘛，所以我朋友去买吐司机，在那个叫什么超市，然后买回去要烤嘛然后发现它会卡卡的，就觉得有点坏掉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就是差不多2天后我们就拿去了，说这个好像坏掉了，我们想要退货这样子，然后那个女生就说。No， 没办法退货，就看都不看，他不会看我的东西有没有问题。但你们保留的那个单据都有，他也没有，我们都拿着收据啊什么，因为我们才刚买嘛。然后我们就不了解嘛，我说可是我们才刚买啊，还有收据什么的。他说 No， 不行，出去这样子。然后我跟我朋友，因为我们有3个，所以我们那时候也很生气，我们就觉得没办法接受，所以我们就一直想要跟他讲，但他就是不听我们的话，所以我们就说那有没有 manager 这样子，然后 manager 后来就真的就长这样子，然后他就这么大只出来这样子，然后我就说我们买这，他就说 get out， 他就这样子。日本服务没话讲，却让人又爱又怕。日本他们都真的好亲切，买一个就是贴布，他就说你会讲日文吗？我说我不会，然后他就choto，然后他就去找一个翻译机，很亲切的跟我讲嘛，然后我就说OK， 他就choto，我就觉得很亲切，但我觉得有点够了。他就说 get out， 他就这样子，真的。然后因为我们3个女生也一直在吵啦，就是3个亚洲女生就说为什么不能退？我们才刚买东西，讲。然后他可能也觉得烦吧，他说就是不行出去。然后我朋友就很生气嘛，就一直讲嘛。然后最后那个男生经理就说你们再不出去我就报警了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就吓到了，然后我们就出去了，然后我朋友就报警。就911这样子，然后我朋友就跟美国警察说，那个超市的经理威胁我们，所以警察不是进去了解事情吗？然后出来警察就怎么讲呢？就是很无奈的跟我们说，到底谁威胁你们？所谓的威胁是，他说要杀你了吗？他说要开枪了吗？他说叫你出去不叫做威胁。
然后你们不能因为这样就叫我们来。对，然后我们说，可是我们东西什么时候？他说不用跟我讲，他说这个是他们的地方，他叫你出去，你就要出去，就这样子，然后他们就走了。天哪！对。然后我们就一直气在那边，但没有用，我们就不敢进去了，因为他说如果再进去，可能我们就要带你们走了。杜丽，好，我先。杜丽，先我说个对不起。因为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听过哎，在美国我们是最爱退货，是无条件退货的一个国家，我们是最爱退货，我们最爱退货，美国是最爱退货的国家，一半的东西就可以退，哎，对啊，这荒谬了吧？对啊，荒谬，人都开始有情绪了。哎，先说不要结怨，好不好？各国还是好朋友。我们刚刚只是分享一些你们不开心的经验，但还是有开心的吧？来，这个环节，哇哦，这个国家的服务超赞，真的让我好惊喜哦。我要讲日本。OK，对，就是我去日本，他们都真的好亲切。因为我一直没有去过日本，是今年才去的。然后我去药妆店买一个就是贴布。OK， 小朋友的，然后我要结账嘛我想要赶快结账，我要去 tax free 的地方结。然后那个女生看到我买这个小朋友贴布，她就说你会讲日文吗？我说我不会。然后他就ちょっと，然后他就去找一个翻译机，然后他就在那边讲你听不懂，他就类似讲，然后他就给我看，然后他上面写说，这个东西6岁以下不能用哦，他就很亲切的跟我讲嘛，然后没有你听，然后我就跟他说OK， 我知道了，然后他就说ちょっと，然后继续录，然后录很多，我想到底他在讲什么，他就给我看，原来他在跟我讲里面成分是什么，可是我看不懂啊，中文他就因为他翻中文，他就说里面成分是这个，所以你要注意什么？那我就说OK， 他就巧的，然后我就有点烦了，我想说不，我们又个性又很急，我说 OK， 巧的，一直录，然后就一直给我看成分，然后重点是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柜台后面很多人要结，然后我就一直自己一个人很不安，我又其实对我就觉得很亲切，但我觉得有点够了。所以太亲切不行，哇，这真的 Oh my God， 对，这你真的佩服他们。对啊，他们愿意就是不厌其烦的就对，很详细。Oh my God。我觉得，因为我去欧洲已经有心理准备，就是大家就是都很冷漠，所以我去德国的时候，我被德国人很意外的 friendly 到我去每一家店，每一个人都很好，所以我每一次去店里，其实我都没有想要买东西，可能看看的心情，但被他们的热情，我就会到店里至少买1个2个。但我就印象最深刻是，因为白天我跟我哥喜欢去拍照，所以晚上我就去那个去一个行李箱的店，他们都8点关门，我就7点55分到，我想说看一下，可能他也不会服务我。我说sorry，excuse me， 没有讲德文哦，我讲英文 ，excuse me，like 就我要买，他说可以给我看，然后你知道我的双子座月亮又双，有一点优柔寡断，我选颜色选了半天，他说你选这个什么，讲得好贴近，已经8点05分了。一般如果在法国，我觉得应该被拒绝吧，很多国家直接拒绝，美国可能也会就叫你给他，已经不在了，对，已经不在，对，他该下班，没有，他还在服务。好了，到8点10分，我要赶快结账 ，sorry， 他说 it's okay， 然后他还跟我说你要不要去烫金名字。他还我说那我说那我可能后天就要走了。他说我现在就帮你烫，然后还叫我选图案，还让我选，而且是2个男生，我觉得服务超好就是难怪，对，就不可能，然后他就让我选，我选了之后还有那个脚印，那狗狗的脚印，包括。对，所以超可爱的，服务超好我觉得让我很意外，所以我对德国我会回去。其实他们那边玩的也差不多，但是我觉得因为他们的热情，我会回去。每一家店，连甜点店都会告诉我介绍，我很意外所以我在欧洲最喜欢的是德国人，很快吧？你确定不是左盟吗？不是，而且印象中我有德朋友租德国，然后他们开始学德文。可是他们跟我说的朋友跟我说，如果你的德文有一点口音，他们很会瞧不起你。没有还有一个碰到明姐叫 Margaret， 还跟我说下次我们去那个 Whistler 一个小镇，他说去他家住，然后还介绍我们咖啡厅，夫妻
就好到你不可思议耶。 Whistler 不是在 Vancouver 吗 No, Whistler 是那个徕卡的发明地，在德国小镇哦。然后我只是经过拍照，那个父亲说啊 ，take a photo of us， 他们就这样子拍，然后就聊天聊好多，我们还交换 email。他说 come to our place 什么什么，然后告诉我我说德国咖啡我没有喝到好喝，他告诉我这边这个要点什么，那个要点什么，这样子哎，我觉得好到。再50欧。 没有，我有点害怕。没有，他们没有，所以我觉得改变我对德国的想法。反而对意大利是哦不喜欢的，然后对德国这么喜欢呢。意大利反而好，很不 OK。对，台湾店家服务太好，连全哥都想冲一波。随便吃晚餐，然后要回家，然后突然老板就进来，开始跟我们聊天，然后开始点了很多很贵的餐，超级好吃的。可是还没结束哦，我在东区有一家酒吧，我带你们去，晚餐然后喝酒，然后甜点都给我们吃的，都请我们。在哪里？我去找他。在新庄的。 意大利的热情我会害怕要钱，法国也是蛮，法国也是哦。对，我们就让法国先讲。好，哪边的 service 让你最感动？来，台湾。 哦，真的，是有一天我住新庄，然后有一个晚上跟我的朋友，我想要去吃那个热炒，然后我就随便在 Google 上面看，然后我就去了，然后那个热炒蛮特别，有点居酒屋的感觉，有点日本 style 的感觉，然后我们在那边点了2、3个东西而已，不贵的，就随便吃晚餐，然后要回家，然后突然老板就进来，开始跟我们聊天，然后开始。 点了很多很贵的餐，他最贵的，他的菜单上面最贵的东西，结果我们可能后来付了可能600块，他请我们吃的可能差不多3000到4000块，可是还没结束哦。他说你们等一下要做什么？我说哦没事啊，好，我在东区有一家酒吧，我带你们去。然后他叫了计程车我们也。 都不用付钱，带我们去东区，我们到他的酒吧里面，请我们喝酒，然后请我们喝很多酒，然后结果我朋友说我们应该要走吧，说啊为什么？因为他说他想交，他想邀请女生给我们认识，我说邀请女生，对，邀请女生给我们认识，我说。 哦，我不知道是哪一种女生，可是我觉得有点尴尬，是对我们好到还是想特别教那个漂亮女生给我们认识，所以我朋友说，我就是不太知道，我们要赶快走吧。然后我说谢谢你，可是我们要走了。可是他们真的很好，晚餐到喝酒到甜点都给我们吃的，都请我们吃的。这老板他这样子，而且我这是这个随便在哪里？我去找他。在新庄的，我就要跟他说清楚，不应该这样子的。可是然后这样子会吓到外国人的。我好像有照片可以给你们看的。你热炒的照片？对，是热炒。可是居酒屋，因为你看有些日式的这个羊肉串，那个纯肉串，然后他们东西超级好吃的，麻辣烫牛肉，非常棒。那后面那个台北的酒吧的照片呢？哦，没有。不能拍。对，不能拍。我等一下会给你们地址。台湾真的对外国，我们对客人都很好，很友善。台湾人对客人，只要你是真的，对不对？嗯，你是外国人哇，特别友善。对。下面一个是谁啊？杜丽吧。其实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因为你付了很少的钱，但是得到的服务很多。对，就是那一种，就是你会觉得那个 CP 值很高的那一种东西。像我去那个柬埔寨，是我这一辈子完全想不到的一件事情。我的天哪，真的假的？去了有回得来，真的很不容易耶。什么意思？柬埔寨很多很漂亮的地方。因为之前很多诈骗那个回不来都是柬埔寨。现在有很多阴影啊，你讲到那个国家会有一些阴影啊。是哦，但是我去的时候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，因为我那时候我住的饭店一个晚上差不多450块台币。啊，450块台币就很便宜的那一种，非常非常便宜。你是住旅社吗？没有，那个是10几年前啊，而且他们都是用美金，我还记得好像是差不多$15 US。Oh my god！ 要就很便宜的那一种，你会觉得 OK， 你住的那么烂，你不会特别要求什么。
但是这个饭店是给你的服务有点像那个5星星的那一种饭店的那一种服务。那我就是因为柬埔寨，大家最主要都是要去那个Phnom Penh 的那一些那个地方叫什么？吴哥窟吗？不是。对 Angkor Wat， 你去那边的时候，就是你最主要的是你要去那边玩嘛。然后就跟那个饭店说啊，我可能就是要去 Angkor Wat 但是我有点想要叫车去大概多少钱？他说你要的话，我就介绍我的表哥给你认识，那就是变成一整天的那个司机，包车一天15块15块台币美金哦，是不是一样？15块台币也太便宜，交我讲你太过分了，人家暂停才给他15块台币，你给得出去啊你 ？OK， 然后嘞？就是你会觉得这么便宜，就是包车一整天，有没有这件事情？而且我那个他真的带我们去，然后最后才跟我收钱，然后就是每一站他会在外面乖乖等我。我觉得这个超级棒。然后我还跟他说，他说你们要吃午餐，然后我跟他说要，但是我不吃海鲜。他说 OK 没关系。他特别带我去一些东西，什么都很便宜，好吃吗？那好吃，什么都便宜，还包车。然后回到饭店的时候，他就问我付 OK 吗？有 OK， 然后说OK， 然后再给他钱。那也没有好像给了450块美金一样。对，是这样子。如果你在台湾，人家说包一整天的车，然后我带你去所有台北的一些景点，我每个店都等你，你猜一下也要花多少钱？也是8000起跳吧？要不要？18000的。对，你看18000的跑不掉。你也是遇到好人了啦。对 ，maybe。可是你已经给他的，对他来说已经很多啊，已经很贵吧？搞不好你给他的钱对他来说已经很多。对。那搞不好就是你个国家原本很穷，他本来就很穷，他本来就是这样。说不定是才2块美金，有可能一天他的不好意思，你们把我这么好的一个会议搞乱了。观光圣地看人去，小心右边大肥羊。我已经去了5次，我觉得 CP 值很高，住一个 villa， 然后很独栋的、很漂亮的，大概台币3000块而已一个晚上。我们吃了2个人不到500块台币。哟 ，good， 你是去哪边？怎么会？我去巴厘岛好贵哦，我觉得。你们都是被骗了。我这一辈子最好的回忆，你现在把它变成这样，什么意思？没有，就是我觉得是因为你们在美国，你们的小费那么贵，那么高，所以你们去所有的国家应该蛮爽的。你们连去欧洲、去法国的，你们去餐厅要付了50美金，你去法国要付了20美金，那你会觉得哇，好便宜耶。所以当然，如果你去美国，然后你到那个康波迪亚，当然你会觉得哇，什么都很便宜，哇，我是国王的。当然，因为你在美国赚的那么多。你一定要注意讲的态度，你一定要注意讲话的态度。对不起，没有。可是因为我知道他们的，我请问一下，你们私底下是不联络的对不对？没有。可是他们在美国的小费真的什么都很贵，你生病的时候都很贵，所以你去别的国家当然会觉得哇那么便宜，因为他们的小费真的很贵，小费蛮高的，对不对？我这一辈子再也不想。好可怜，你怎么会这样？同意。到底能这样子吗？现在感觉有点不好意思。美国还是不错的，好紧张。柬埔寨也是不错的，好不好？对，最起码你的器官都在嘛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超开心哎，没有问题，我们还是很开心啊，开心。像走在高手上哎好紧张啊！来，我要讲巴厘岛。巴厘岛真的，我已经巴厘岛也不便宜。其实我觉得算是在亚洲来说蛮便宜的。我已经去了5次，我觉得 CP 值很高，因为你可以住一个 villa， 然后很独栋的、很漂亮的，大概台币3000块而已一个晚上。才3000不止。现在可能不止了。现在不止。你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去？大概2年前。对。
对2年前的时候，对疫情的时候，但是那个个时候我觉得蛮不错的哦。然后你去任何的餐厅很贵的，也不到台币大概500块左右，你可以吃很好。然后他们的按摩也很好，因为大家都说去泰国要按摩，其实泰国的按摩真的不好，因为他们拿了很少钱，但是他摸你这样摸，完全没有按。但是你去巴厘岛，他真的很专业，他一看你，他就觉得 OK， 你的问题在哪里，他就特别把你按。所以我觉得去巴厘岛 CP 值很高。巴厘岛我们台湾人很喜欢去啊。对啊，我来看看你的那个这个是 villa 我住的独栋的 villa， 你们可以看，这个是2000块。你的身材实在哦，那个放大一点，放大一点。你的身材实在太好我是要看那个游泳池了，你放大一点。再近一点。但是有自己的游泳池，还有一个像这个 jacuzzi， 你可以在那边，它还把你布置漂亮。它里面有很多种花，好漂亮。哦，要排成那样真的不容易耶。对，我们觉得它这些花排得很细致对啊，啊，真的看得好清楚。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好，这个是在里面，但是外面跟里面都有。外面里面都有，我再看一下，我看一下那水面上都是些什么花。哎，不同的花哎，哎呀，不同的花。哎呀，编排都有特别计算过，到处都有花，好好看，哎，好好看。这个是他们的早餐，早餐，他们我来的看一下早餐。都有些什么早餐啊？近一点 ，zoom in，zoom in，再近一点，再往上一点，好。好，来下一张。哦，它是水上池，在游泳池上面。对啊，漂浮早餐。它游泳池上面。哦，哇，哎，旁边是稻田呢。对啊，对，但是那边有很多猴子，有一点可怕。猴子你拍照的时候，他们会过来抢你的东西。超聪明的，对，所以你要拍照很快就边进去际泳池，多好。啊，这个是我们的房间。他们超会折毛巾的，真的。他们天鹅哦，蛮会的。到处都有花。吗？不放大看那个哦，对，看鸭子。我怕你要看细节，你要看细节哈，那个折成这样很不容易。想放大看一下鸭子吗？对，看一下，刚刚很关心花，我怕你关心鸭。这个我们都知道是祖熊嘛，是吧？其实我要刚刚讲，这个是食物很便宜，我们吃了2个人不到500块台币而已。哟，good。你是去哪边？怎么会？我去巴厘岛好贵哦，我觉得。我去的地方好贵。都是请谁安排行程的嘛？哦。你们都是被骗了，下次跟我一起去，我带你们去玩。你是不是去那边业配？没有，哪有？难怪那么便宜。没有，我们是自己付钱，没有自己付钱，真的。接业配，各行各业都有不为人知的辛苦。是啊，那服务业呢，随时要面对各种形形色色的客人，当然，辛苦的程度不言可喻。我们自己身为顾客，也要尽可能去同理这个服务人员他们是辛苦的，不要轻易就成为他们眼中的 OK 嘛。对，这个英国有一句耳熟能详的俗谚哦，怎么说的？ ，Put yourself in someone else's shoes。哦，就是把你自己放在那个人的鞋子里。意思就是说，你要站在他的立场，设身处地，就在他的鞋子里面思考。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不要觉得你付钱，哎，老子有钱，老子就是老大，这是对人最基本的尊重。对，老子有钱啊。好，女王大人，下次再见，See you，拜拜。快订阅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，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。